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最近啊，香港那边有这么个事儿，这个主角呢是一个叫阮明安的，这个名字啊，可能有些人不熟，但要说他是当年蹦跶的挺欢快的乱港分子啊，估计不少人就哦一声了。这家伙之前不是跑英国去了吗？还说啥永远不回香港，结果呢，这才多久啊，这灰溜溜的跑回来了。回来你就回来呗，你消停点不好吗？偏偏他又搞出幺蛾子，这回啊更绝，居然是因为偷东西被抓了。哎，你说这叫啥事儿啊？今天咱们就来好好唠这个事儿啊，看看这个港独啊，他到底在搞什么飞机。话说6月18号那天啊，这个香港特遣队的人啊，在这个码头角那边巡逻，就跟咱们平时啊在这个街上溜达一样啊。结果呢，就发现一个男的从一家超市里出来，那个神态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叫贼眉鼠眼。哎，一看就不像好人啊。这个警察嘛，眼睛都是雪亮的，立马就盯上了他呀。这个男的就是阮明安，当年啊，他可是风云人物啊。当年在这个香港搞事情搞得挺厉害的，后来呢，一看风头不对啊，就赶紧溜到英国去了。临走还撂下狠话啊，说啥再也不回香港了。这个警察把他拦下来，发现他这个手里面拎了个袋子，也不知道这个里面装的啥。那更奇怪的是啊，他身上带着这个信用卡，名字也不是他的。这个警察就怀疑了，这个袋子里面的东西啊，八成是超市的，而且啊，他可能没付钱。果然啊，一查，这个阮明安是提着东西出来了，但是超市里啊根本就没有他的付款记录。这下好了，涉嫌偷东西啊，直接就被警察给扣走了。这事儿一出啊，这个阮明安又成了新闻头条。不过这次啊，可不是啥光彩的事了。那据说啊，这袋子里啊，总共是有11件的东西，都是些什么汽水啦、零食啥的，加起来也就140块港币。哎，你说这个阮明安啊，你好歹也是个公众人物吧？你至于为了这点小钱丢人现眼吗？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啊，他居然用别人的信用卡去买东西，而且啊，最后还没付钱。哎，这操作真的是让人看不懂啊！警察就问他，这信用卡是谁的？他说是他朋友的。这个警察他也不是吃素的，立马让持卡人来到现场辨认。现在这案子还在调查中，不过这个阮明安的名声啊，算是彻底臭大街了。那本来啊，就是因为这个以前的事儿，口碑就不好，现在又加上个小偷的帽子，真是雪上加霜啊！这事发生之后啊，这个阮明安当然是坐不住了啊。6月19号一大早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给自己辩解，还晒出了他买的那些东西的照片。这文章开头啊，他装作一副没事人的样子，说自己啊睡得可香了，还告诫大家这买东西一定记得拿小票，说只有出了问题啊才知道小票的重要性。他还感谢了他的朋友啊，就是那个什么信用卡的主任，说人家大半夜的跑到警局啊给他作证。这个阮明安也知道啊，自己在这个香港的信誉度啊已经跌到谷底了，就自嘲说现在这社会啊咋就没人相信他的话。他给自己辩解说这个事儿啊跟他没关系，还感谢那些看新闻关心他的人。结果呢，这个网友们根本就不买账啊，说他自作多情。这香港市民们对这件事啊都是拍手称快啊，毕竟阮明安之前干的那些事啊，实在是让人太气愤了。这阮明安呢，今年45岁了，那以前他是个歌手，但唱了半天也没唱出啥名堂。真正让他声名远扬的，还是他乱港分子的身份。他的这个老婆呀是个内地人，以前在这个网上也挺红的，是个电商网红。结果呢，嫁给这个阮明安之后啊，也是跟着倒霉的呀。他受这个阮明安的影响，经常在这个网上发表一些极端的言论，最后啊被全网都封杀了。哎，你说说这叫啥事儿呢？到了2019年。香港那段时间啊不太平，有些人就想搞乱香港，这阮明安就是其中一个。他直接把自己的港澳通行证啊给剪了，还发到这个网上，鼓动其他香港人也这么做，说要跟这个内地人划清界限。那个时候，这个阮明安可是冲在最前面的，别人都还戴着口罩，怕被人认出来，他倒好，拿着个喇叭到处嚷嚷。2020年啊，有个香港警察不幸去世了，这个阮明安居然还在网上叫嚣，说要开香槟庆祝。哎，你说说这个人有没有点人性啊？这事儿当然是引起了公愤啊，大家都骂他不是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啊，这个阮明安还在到处搞事情。那段时间他经常被抓进去啊，但是出来之后还是死性不改。
继续干那些违法的事情。这个阮明安的嚣张日子啊，也没过多久，在这个2021年的8月，他宣布啊要在香港开演唱会，还说票都卖光了。结果呢，这个演唱会还没开始啊就被取消了。这下好了，这个阮明安想靠这个演唱会赚钱的计划是彻底泡汤了，这个经济来源也没有了。之后呢，这个阮明安好像受到了刺激，也可能是真的走投无路了吧。但他还是没有悔改。这个警察查出来啊，他利用这个社交媒体传播一些错误的思想，还编造假故事来误导大家，甚至还洗钱。他还在网上骗大家捐款，一共骗了100多万呢。然后呢，他把这些钱啊都转到他20岁的侄子的账户上，自己拿去挥霍。这又是赌博啊，又是玩女人啊。所以说，这个阮明安的目的啊很明确，就是为了赚钱。到了这个2021年啊，这个阮明安再次被捕了。到了2023年，他承认了自己煽动和洗黑钱的罪名。最后啊，这个阮明安被判了个26个月的监禁，他的嚣张气焰也终于被打压下去了。其实，在这之前，这个阮明安就因为酒驾被抓过。2006年的时候，他因为这个酒后驾车被罚了5000块钱，还被吊销了驾照1年。这阮明安出狱后呢，去年5月，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宣布自己已经移民英国了，还说永远不会回香港。这结果呢，这才过了半年他就灰溜溜的跑回来了。今年年初，他还发文说自己已经回到香港了。这个阮明安在这个香港还没安稳半年，就因为这个偷东西又上了新闻。7月9号的早上呢，这案子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开庭审理了。结果呢，这个阮明安这小子居然没来。这裁判官陈志辉就说了今天早上11点26分，阮明安没来参加庭审，所以批准了控方的申请，直接下了拘捕令，还把他的保释金给没收了3000块港币的。你说这个阮明安也真是够可以的，你偷东西被抓也就算了，现在连庭审都不来，这是摆明了要跟法律对着干呀。这下好了，等着他的恐怕就不是罚点钱这么简单了。之前这个阮明安还信誓旦旦的说自己永远不会回香港，结果呢还是狼狈不堪的回来了。这个网友们都说这脸是被打的啪啪响特别是这次偷东西的事发生后，这市民们的态度那就更加坚定了。都说这种危害香港的这个港独就不应该让他入境，应该把他遣返回英国。这些法律的审判和道德的谴责都在等着这个阮明安，他在香港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过。无独有偶话说当年被 TVB 炒鱿鱼的男艺人林子博，2021年不是带着2个孩子移民英国去了吗？最近这家伙又在网上搞事情，说要回香港开粉丝见面会。这见面会7月5号在尖沙咀一家酒楼办的，那又是唱歌又是合照又是抽奖的，也是搞得挺热闹的。这个林子博还在这个台上说他回香港已经5个星期了，还说回香港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再受花粉过敏的折磨了。更觉得是他19岁的女儿林永玉还要去新城电台实习做 DJ， 这架势摆明了是要回流香港。你说说这些曾经信誓旦旦的说永不回港的移英港星现在一个都灰溜溜的跑回来了，而且回来之后还是状况百出，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这个香港的网友们也是看得透透的，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还建议香港政府最好能把他们遣返回英国。这些乱港分子们在这个英国混不下去，回来之后又闹出这么多笑话，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接下来他们还会搞出什么幺蛾子呢？咱们就拭目以待吧。那你们对这些事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